我和他不是，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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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接电话。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就这样，误会了，就是直接误会了，咱们就是误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反正就是误会了。然后你紧接着这个小孩啊，你知道这个小孩直接就看到了，看到这，怎么了？没事，男朋友误会了。怎么误会了？他刚才说想看你，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我新找的人，然后我就把镜头挪向你了，然后他就误会了。你怎么能这样啊？换任何人都会误会的呀！你赶紧解释啊！我解释了，他不听我解释，那现在怎么办啊？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打了，关机。那你要不再等等，等他消气了，或许就好了。只能这样。还看什么剧啊？就看百里屠夫那个直播就好了呀，这直接能演好几个角色，好吗？就这样就误会了。就这样就误会了。我也咬下嘴上的死皮。你手抠完脚还往嘴里送，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抠脚了？好，我接着往讲啊。竟然是片尾曲。咬上瘾了。来，我们继续往讲啊。然后就是后来呢，就这个小孩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跑床上就是生闷气去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生的气很奇怪。你说我真要出轨了的话，我为什么会给他看呢？就是那个时候特直男嘛，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想找茬啊？这怎么可能会因为这个生气呢？
对吧？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在那块生闷气，他就拿起我的电脑，他就在那块玩电脑了。这小孩就玩电脑，他就在那块看那个《百变大咖秀》。那一年《百变大咖秀》刚开始上映啊，就是《百变大咖秀》第1集，他就在那笑，然后他说你快过来看，我就跟他看《百变大咖秀》，我俩笑到不行。这小孩子就是没心没肺，那边可能气的，那边都他妈就是快气抽过去了。这边呢，在那块看《百变大咖秀》，在那看到那个后半夜3点多，对，就是没心没肺，你知道吗？这小孩子真的是没心没肺。然后我就看到凌晨3点多，就是我们都看完了，就更新的全看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多了。3点多了，你现在宿舍还能进去吗？进不去了。没事，那你就在这睡吧，你放心，我不碰你。我不怕你碰我，你又打不过我。那你就洗澡吧。啊，我不洗了。今天白天洗过了，我来之前洗过了。啊，那就休息吧。啊，我去洗一下，我今天走了一天。哦，就这样。一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做，我还担心他要跟我做什么，所以我就一直离他很远，然后一直也是半睡半醒的状态。晚上的时候唯独有一点点过分的，就是他可能就是翻身的时候腿压着我的腿了，什么都没做。但是因为就是晚上我也没怎么睡啊，然后就是半睡半醒嘛，就是后来他7点多他就醒了，他自然醒了，他的6、7点钟他就醒了。然后我就看他醒了，然后我就说要不要吃个早餐呢之类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人家要走嘛，我说那一起吃个早餐吧。他说那个行，然后就直接我们早上要吃驴肉火烧，好像是吃什么驴肉汤还是驴肉火烧。紧接着我就醒了嘛，醒了以后，然后我继续给那个大壮打电话，大壮不接，还是不接，然后看他发了消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思前想后一晚上，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也太快了，我恨你们之类的。我给他打电话还是不接，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也没心情了，我看到那些消息我就没心情吃早餐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吃了，你回学校吧，我把你送到那个公交站那儿。他说那个我直接把你送到那个公交站那儿，我说我把你直接送公交站那儿。紧接着呢，然后就是我们就在公交站那等车呢，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直也没什么话，然后我继续给那个大壮打电话，大壮也不接。这个时候那个公交车就来了，然后他就我说你上去吧，然后他就是在人群当中他就往上挤。这个时候呢后来他就不挤了，然后他就往下走，就是不着急上去了。这个时候人都上去了，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突然就对着我说，他就说，就是他上车之后，他回头跟我说，他说，百里屠夫，怎么了？他不要你，我要你。神经病。对真的是这样。
你们有谁觉得这是假的？你们不会觉得这是假的吧？这真的是真的，这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就这样，他跟我告白了呀。跟我告白了以后，然后其实我心里就在想，你知道男人呢，我告诉你，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特别是我这种就是年轻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说，他怎么突然跟我告白了？仔细想一想，或许这就是缘分呢。半年前我们联系，突然就不联系了。半年后我们因为一个微博，居然重新联系上了。而且为什么碰巧他也在济南？难道这不是老天的安排吗？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这个多渣呀，你知道吗？就现在想想，就是百里渣男，百里渣男。我觉得你怎么这么渣呀？现在想想真够渣的。当然咱们那个年轻啊，咱们年轻，咱们就觉得说，哎，你这个叫大壮的，你也有问题吧？就是百里渣男，就给我打那个评论区给我打出来啊！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哎呦天哪，就直接就跟人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还没住在一起，因为我当时我就在想，既来之，咱们则安之。咱们就是说什么呀？听兰姐的，就咱们既然去了济南，留在济南因为人家也不搭理你了。既来之，咱们则安之。咱们就是租个房子，咱们找个工作，哎，咱们找个工作啊。然后呢，就第二天还约好了，就是说一起去看工作之类的，结果也没去看。然后去看了，对对对，我们还去看工作了，然后那个我就面试了这家，然后他说让我先找个工作之类，我说那行，我就面试了这家。但你知道山东人呢，就济南就有没有山东人？直播间里有没有山东人？咱们直播间里有没有山东人？有没有山东人？有的。我告诉你们，这些山东人你们特别倔，特别犟啊！山东人，我在去面试的时候，他就给我讲道理。他不聘用我，但是他给我讲道理，我就真的很反感。山东人怎么那么爱讲道理？你知道吧？就是我去面试那个工作，然后他不用我，他还给我讲道理，然后不让我走，他给我讲道理，你知道吗？就是神经病，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就是他给我讲道理，然后我在那就是已经快鸡歪了。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去了啊。回去了，然后我就因为他也没来找我，然后我就去找工作了，然后他就问我怎么样，我就跟他在那块聊天我在那块聊天嗨，你今天找工作怎么样啊？找了，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没事啊，你慢慢找，反正总会找到的。好，真的决定留下来了，那就留下来呗。或许，是老天安排咱俩在一起。那我明天陪你一起找工作，好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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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喂，老公，
我好想你。怎么舍得给我打电话了？嗯，你不是生气了吗？我还是忘不了你，我好喜欢你，我这两天都想自杀了，但是我还是忘不了你。好了，你别哭了，你别哭，你别哭，有什么事儿好好说。那我现在能解释了吗？你说我要是真的出轨的话，我怎么可能给你看？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对不起，我太爱你了。好了好了，别哭了，都咳嗽了啊！别哭了别哭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怎么了？你不想回来？你还想跟他在一起？没有，我回去。我回去。你别哭了啊。我在这等你。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你还在吗？刚才来个电话，大壮来的。大壮，他说什么了？哭了，然后状态不是特别好。他说这段时间他都想过自杀，还说让我回去一趟。那你怎么想？我觉得我还是回去一趟，毕竟他曾经帮过我，而且他现在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哦，没事啊。我也觉得你应该回去。那你还会回来吗？我会，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行，我等你。你不用担心我，反正我在这边上大学，哪儿也不会去，我就在这等你吧。好，那明天我就买明天的票，你买后天的行不行？明天我想再陪你一天。行。这人啊，哎。我订后天的机票。两个人都喜欢我，渣死了啊！白里头发渣男，白里渣男，白里渣男，白里渣男
不是机票就是火车票。刚才不是在演偶像剧吗？咱们就是把那个我订火车票有点太丢人了啊，咱们这是对。上车晚。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我们继续往下讲。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约着又逛街。他带我去逛了我们第一天去逛的所有的地方，然后去了就是芙蓉街那条街，就是你有没有济南的朋友？就是芙蓉街那条街，你从芙蓉街那条街一直往里边走，有很多大爷在那块就是那个游泳，就那条街，就是有泉嘛，里边是有那个泉嘛。然后就逛了，也是逛了一晚上。然后晚上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正赶上就是大概是这个时候，然后过2天就圣诞节了。他就说你回去的话，你给大壮带点东西。我说就不带了吧。他说非点就说那我给他带。你知道这个小孩说你不给他带，我给他带。紧接着他就拉我去超市里边，然后他就挑了很多的这个山东的特色煎饼。就是那种包装的那种礼品的煎饼。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就是因为马上过圣诞节了，有很多卖那个巧克力的，我就挺想给他买一个巧克力的。然后他就不要。后来我心里在想说，就是挺愧疚的，但是他也没要。紧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吃了饺子。吃的饺子就在那个商场，好像是个永辉超市，吃饺子。然后就是吃完饺子以后，然后就是我就拎着一袋子东西，然后就在那块就是陪他，就是想走一走。他在吃饺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有好多话想跟我说。我说那你说呗。他说现在人多。然后我就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没人了，因为我们就直接去那个泉城广场，去那个黑虎泉那边，我们就沿着那个泉城广场那个下面那个泉的那条河上走。然后他就走在前面，我就走在后边。我说怎么了？我说你不是有话说吗？现在人少了，你说呗。我就刚说完这个话，紧接着我的眼前一黑，紧接着我就被一个什么物品就直接把那个嘴吸住了。我就不知道被什么，就眼前一黑，然后那个嘴就被吸住了，然后随之而来的是那个大蒜的味道，然后我整个人就站不住了，因为他还吸着我，然后我就站不住了，然后我就站不住了，然后那个东西还那个就是掉了。等我就是看清楚了，他就走到河边，然后他背对着我，他说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因为那个是我第一次的那个被强吻，他又不会接吻，所以呢他就是那种吸我，他不会亲，他只会吸我。他把我的这个小嘴唇啊，咱们就小嘴唇给吸住了，就这样吸住了。然后他就像个食人花一样，他把我的嘴直接吃进去了。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被强吻，满嘴的蒜味啊，满嘴的蒜味，咱们不夸张的，满嘴的蒜味。
然后我就在那个我就在慌乱之中，我说我先回去了，然后你早点回去休息。紧接着我就坐上了那个我是一个公交车，而且还是就是我在公交上完全大脑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我就坐过站了，然后我就回家了以后，然后他就赶紧问我，他说你到家了吗？我说到了，然后我就说那个早点休息，他说明天我过来送你，我说不用了，明天我要那个换一个那个酒店，就是在那个火车站附近找一个小时的，因为你要付整天的钱的话有点不划算，我就直接在那个火车站附近有那种小时房，我就定个4个小时，因为好像是晚上的火车，还是6点还是5点的一个火车，然后就直接就上车了啊，就我这边退房，然后再待个4个小时，那边就可以上车了。他说不，我一定要去送你。他说不，我一定要去送你。紧接着第二天他下午就来了，我在那个就是火车站附近，好像是大观园吧，大观园的那个有一个汉庭，大观园的汉庭，你们在济南的话可以去打卡啊。大观园店的汉庭就在那儿订了一个小时房啊，4个小时，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没什么话聊，不知道为什么没什么话聊，然后我就在那块躺着玩手机，他呢就在那块玩电脑，一直玩到就是说马上还有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要走了，然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好像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走了，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嘛。收拾东西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抱住我了，我在收拾东西，我说我要走了，这个时候他就突然抱住我了。我后悔了，我舍不得让你走。别闹了，我得收拾东西了。我不，万一你不回来怎么办？我不答应过你们，我一定会回来。我想亲亲你。你怎么还这么亲啊？昨天你就把我咬着了，我教你怎么亲。哎，躺在这儿，我教你怎么亲啊。先亲上嘴唇，再亲下嘴唇，再像我一样把舌头伸出来。对，就神经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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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哎呀，我的天呐，确实这个画面是真的，好了，就不能说脏话啊，好了，我知道了，哎，这系统提示我了都，啊。那我真的要走了，来不及了。
是吧？退房。要不你先回去吧，我马上那边要检票了。不，看着你走。别这样，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可是我舍不得你。答应你，我会尽快回来。进去吧，我走了。我念你心头如一，我愿你自不答应，下一世保存回忆，存你的欢喜。你记住的曾经，对未来句子。哇，就是当时就觉得，就是他挥手那就是那个画面，我永远忘不了。就是他挥手那个画面，我永远忘不了。后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上我就到了沈阳，在一个酒店里边，汉庭。没过一会儿，大壮也来了。他见到我，他就扑在我怀里，哭、抱怨、害怕。我就哄他，我就跟他解释。那一年正好是播《甄嬛传》那一年，我都觉得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居然那年刚播《甄嬛传》。然后他就看《甄嬛传》，然后他看到那个果子狸和那个就是甄嬛的片段的时候，他就哭了。我说你又哭什么呀？然后他就很怕，就是说我离开他之类的。然后就又把他抱在怀里，我说我这不回来了吗？但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脑子里全都是济南小男孩，男人太可怕了，男人真的太可怕了。那个时候我抱着他，然后脑子里全都是济南小男孩。对，男人，这就是男人，男人呐，男人，这是男人呐。然后他就有意无意当中，他就觉得说我跟济南小男孩已经发生什么了，然后他就想用身体留住我。他就觉得我俩之所以我会出轨，是因为就是我俩一直都没发生什么，因为我跟济南小男孩也没发生什么，跟这个大壮也没发生什么，就都没发生什么。但是大壮就觉得说，他的人生他就比较直白嘛，他就觉得说我之所以出轨，是因为我迷恋上那个人的身体了，然后他就想迎合我，他也想跟我发生关系。但就是你们从江湖上一些流传的一些一些消息也知道，我的是非常的 long and bigger 的，就是非常的 so bigger。然后我们试了很多次，他都巨疼，受不了。对，他受不了，他
这我觉得也不赖他，因为就是咱们就是说有一个庞然大物，咱们就是说没办法，就是一直都不成功，咱们就是一直都不成功一直都不成功，就试了很多次，然后他也是非常的就是难受，我们大概前前后后试了5、6次都不行，对，都不行，可能他也不怎么做这些东西，反正就非常的背个，非常的浪，他就不行。我们试了很多次了，这试了很多次了，你们爱信不信，反正确实试了很多次。然后就是我们中间还换了一个房，因为待了2、3天，第2天的时候换了一个房，在那个房间里我们也是试了，然后就是好不容易咱们就是进去了，但是就是一动他就满头大汗，咱们毕竟是庞然大物，咱们他就受不了，然后后来我们就都放弃了，然后还很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累，然后俩人都睡着了以后呢，因为那天是下着大雪，睡着了以后呢，我们就是醒了以后，然后他问我饿不饿，我说饿了，我说那咱俩出去吃吧，吃春饼去，因为附近有一个店我们昨天吃过的，我们前一天吃过的，然后我们就想去吃春饼，他说不用了我给你叫回来，他说外边下大雪呢，天太冷了，我给你叫回来吧，我说不用，我说春饼这个东西吧，你叫回来不好吃，而且就是那个房间特别小，我说那有味儿咱们说有味儿就是房间不流通，然后他就说没事我给你叫回来，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当时我其实就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奇怪的，但是我也没多想。紧接着他出去了以后呢，大概20多分钟都没回来，我又继续等，大概30多分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他的短信还不是微信短信，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我已经在回老家的路上了，在回老家的高铁，辽阳那边是就是从沈阳到辽阳是有一个高铁的，他说他上了那个高铁了，亲爱的，我已经在回老家的高铁上，你不用来找我。这一天我能感受到你一直在想他，我成全你们，希望你能幸福，希望你们俩能幸福。我也没什么钱了，在枕头里我塞了600块钱，你要回去找他就去吧，再见。没有任何的狗血，这个是真的，确实是真的。后来我就在枕套里找到了60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伤感。这前2个小时我们还在这个房间里就是世纪大战着，这个房间里甚至还会有那个味道，但是2个小时后，然后他就又以这种方式不告而别的方式，然后又跟我结束了。我没有觉得轻松，我也没有就是想着回去找谁，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又是这种处理方式，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就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莫名的伤感，然后就是心情特别不好，又舍不得他，不知道可能我不喜欢那种方式吧，但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的确实是济南小男孩，咱们扎的
扎的特别明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从我回去一直到他离开我，其实脑子里都是济南小男孩，对，都是济南小男孩，咱们就是渣，咱不得不承认，咱们那个时候就是渣，哎，就是全是济南小男孩，所以他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不开心，然后就特别伤感，然后就哭了，我还有脸哭，就哭了啊，对，就是哭了。你还有脸哭，白里屠夫，你这个白里渣男，你哭，你哭什么？你哭，你是喜极而泣吧你？反正就哭了还。后来紧接着我也没回去，我第二天我就回了哈尔滨，对，我就回了哈尔滨，然后我就在哈尔滨找了个工作。我跟济南小男孩说，我说我现在也没什么钱，我回去找你干嘛呢？我说我攒一个月钱，攒1个月2个月钱，我到那边能给你租个房子。然后济南小男孩，我不知道他当时什么感受，但是他也没过多说什么。后来我就跟济南小男孩就是一直在网上聊天，然后那个时候济南小男孩就是疯狂的在玩新浪微博，我就看他新浪微博里有很多人给他聊天，就是给他留言，然后他还挺火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没干嘛呀。我说你没干嘛，你为什么找我聊天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说没什么。我说咋的了？你心里有啥想法不？我说你是不是你不想处了之类的？他说没有啊，你别胡思乱想，你别这么敏感。我说不是我敏感，我说你的新浪微博里有好多人跟你聊天，里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的，我看你俩互动都特别欢实，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了？他说你别你没有资格就是这么质疑我。我说我没有资格，谁有资格啊？我不是你对象吗？他说那你也不能管我这些事儿，没有就是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东西？我说那咱俩算个屁呀！他说你现在在跟我发火吗？我说我发火怎么了？他说你没资格跟我发火。我就很奇怪，他一直说没资格，就是怎么样的。我说那谁有资格呀？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他说好，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跟别人的聊天记录，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他跟别人的聊天截图，上面就写着说，就是上面他就说，他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我说为什么呀？他就给我发了这个截图，上面的大概的意思。首先这个截图聊天的截图是他跟就是济南小男孩跟大壮的聊天记录，而且是新浪微博的私信。聊天的内容是大壮给他发一些消息，大壮说你就是他的男朋友吧？你别以为是我输给你了，其实是我让给你的。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但是我觉得他更喜欢你而已。我们彼此努力过，但是我给予不了他性的愉悦，因为他太big了，而且so浪，每次都把我弄得非常疼，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对他。我会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你，如果你对他不好的话，休怪我不客气。然后我看到以后我就不可能，我这个年纪我有必要撒谎吗？
我有必要撒谎吗？我这个年纪我有必要撒谎吗？我告诉你，当事人就在我的手机里边，我只是不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对吧？没必要撒谎。我告诉你，还是没必要撒谎。但真的好好笑，那没办法，确实是真实的。我以我酒吧的，我以我未来的所有的情感发誓，如果说我这一段有造假的话，我单身一辈子，这样可以吗？确实是，就是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包括就是那个，因为我现在有当事人的那个微信，我们之前有聊过天儿，就是有那个直播连线过，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而且我们现实当中也是，就是他也来过我酒吧，我们也回忆过这个事儿，对，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庞然大物没有到家，可能对于大壮来讲的话，我是庞然大物，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庞然大物，但是当时确实是因为也不知道是因为大壮是没怎么做过零，还是因为我可能技术不好，或者说我真的很 big，反正确实当时给他发的私信的原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对，没有一点点撒谎，然后呢，然后就是我看到以后，其实我就有点那个想笑，然后但是呢，济南小男孩就特别认真的说：他说，你知道我每天看到这些私信我有多害怕吗？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他说我是个大学生，如果他闹到我学校里怎么办？他就说这样。然后当时我确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可能对于小孩来讲的话，他第一次被人威胁，对他很怕被人威胁，然后他就真的说，在后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就是在新浪微博总跟他互动那个人，他俩在一起了。他俩看了一场好妹妹乐队的演唱会，那年好妹妹乐队还不是特别出名，好妹妹乐队的演出还仅限于那种就是小剧场里边大家围着弹唱的那种，还不是演唱会。然后你知道现在我每次见到那个张小厚，因为我现实当中是认识那个好妹妹乐队的，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你知道吗？我说曾经我有一任就是看了你们的这个演唱会，然后跟他俩决定在一起了。我就是认识那个胖子，我们现实当中认识嘛。然后后来他就跟这个人，就是跟那个就是新浪微博的那个人跟他互动，那个人就在一起了。到最后济南小男孩，包括大鹏，不是大鹏，大壮，包括大壮，我其实哪个都没在一起，就等于鸡飞蛋打啊，就等于鸡飞蛋打。好了，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马上咱们进入反转小课堂，进入反转小课堂啊！有的人觉得我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反转，而且这个反转也是真实的。我讲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可能有一些细节我是记不清了，然后时间太久远了，因为毕竟10年了。但是整体的一个故事，走向包括一些经典的一些话，没有任何的造假。接下来我们讲反转的故事，你们还会觉得我渣，那就觉得我渣吧，反正就是会有围裙爸爸。你怎么知道？你是围裙爸爸吗？啊，你怎么知道围裙爸爸？以前讲过，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讲反转的故事。反转的故事其实也是后续我才知道的。首先第一点，
好，我们讲这个反转的故事啊。反转的故事其实主要体现于，就是大家还记得一个画面吗？就是我临要走的时候，啊，济南小男孩他在我的那个就是汉庭酒店，然后我俩没话聊，我在汉庭的那个床上在那块躺着，他在那个旁边玩我的那个电脑，破的那个笔记本电脑，然后他就在那儿一直玩嘛，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的新浪微博里边多出了一条跟别人私信的一些消息，那个私信的消息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叫围裙爸爸，就是济南小男孩最后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就是济南小男孩跟我在那个就是酒店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跟那个围裙爸爸就开始聊天了，他俩就是在那个就是新浪微博就私信就聊天呢，然后但是他可能就切错了，他可能就用我的账号去跟人聊天去了，紧接着我就发现这个人我怎么觉得这么眼熟啊？后来我才知道，是他的那个现任。这是一个细节啊，这是一个反转的细节。这个细节其实能体现出什么呢？谁能告诉我？这个细节能体现出什么？体现出什么？还带提问的，那我自己讲我有点累，接错号了，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再反转一下，大家还记得就是大壮跟我一起去那个乙醇买东西的时候，大壮一起在跟我在乙醇买东西的时候，他说不用担心，有一张卡是他舅舅的信用卡，然后他就刷他舅舅的信用卡，对，舅舅的信用卡。这个事儿我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其实一直都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明明喜欢我，但是他又总放弃我，甚至会不告而别这种事儿。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都在好奇，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感。但后来我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不会不辞而别，或者说我不会总是误会他，不相信他，甚至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不听他解释，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当时我就不太明白，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我比较直男癌吧，我就不明白，后来我就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后来其实大壮一直都忘不了我，然后就加了我的微信。一年之后，这是1年过后了，然后他又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俩就有一天就是打电话聊天了，就聊彼此的变化嘛。结果第二天的时候，我正睡觉呢，早上9点多，我正睡觉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我看到是大壮的电话号，我就接了。喂，你谁啊？你哪位啊？你不是大壮吗？我是大壮的男朋友，你谁啊？你给我媳妇打电话？呃呃，我就给挂掉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还是大壮，然后我就接了，我忐忑的接了。喂，是我啊，
刚才那个有个人给我打电话，用的你手机号，说是你男朋友啊？你听错了吧？那个是我舅。哪个舅啊？是不是就是给你那个信用卡那个舅啊？啊，对，就那个舅。但是他说是你男朋友啊，你听错了吧？不是我男朋友哦。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我就反应过来了，你知道吗？我就反应过来了，首先，我们从头捋，大壮穿那个就是大壮穿的那个貂，明显不是他这个年纪该穿的，而且他穿的时候啊，这个貂他就大了好多，他这个貂啊，他就大了好多。我们从此可以推算出，那个貂其实就是他这个舅舅的，也就是她男朋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他为什么，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想放弃我？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确实很喜欢我，但是呢，他又觉得我不太稳定，他又需要那个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又觉得说，哎呀，但是又更喜欢我，所以他就一直在左右摇摆。当我这边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急切的要做一个决定。既然百里屠夫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回归那个对我更好的人，所以他就是不听我的解释，他连听他都不听，他也不用去想，他就觉得说，反正你都出问题了，我赶紧回归，我赶紧回去。这个思想，其实我们后期跟大壮聊天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壮连个线，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有这个想法？他说对，他说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是我这边稍微做错一点事情，他都会想说让自己现实一点，去回归自己的感情，就是原本的感情。反转过来了。所以啊，有的人说都渣，我要给自己辩解一下。我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我其实不渣。我给自己辩解一下，我个人会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我是不渣的。为什么我是不渣的呢？首先，我没有预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就是我不可预见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说，我去济南是我不知道这个小孩在济南，而且去济南发生的这些事情，我都是因为年纪小，然后或者说就是没有，就是直男癌，没有那个脑子，我其实没脑子，你知道吗？就没脑子，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个事情。你说我要是真想出轨的话，我为什么要给别人看呢？纯粹的是没脑子，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年纪里就是没脑子，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对大壮没有那么喜欢。我确实说实在的，对大壮可能是因为感激，因为他对我好，而且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经营这些东西，反正莫名其妙就跟人在一起了，其实挺不负责任的。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是特别特别喜欢济南小男孩的，只能说就是我可能处理的不当，但是我没有想过扎任何人，我也没有欺骗任何人啊。当时我为什么要回去处理这个大壮的事情呢？因为我觉得大壮对我有帮助，甚至有恩，所以我不能看着他出事儿，因为他当时说过他情绪已经崩溃了。我就想着说，就哪怕是你瞪我干嘛呀？是不是？他瞪我一眼，对，就是对，就是当时确实是我不会处理啊，
这狗都听不下去了，这狗都听不下去了。对，所以当时我确实是喜欢济南小男孩的，确实大壮对我挺好的，但是我确实那个时候不喜欢大壮，但是因为就是不懂嘛，就是觉得说，哎呀，好像就答应跟大壮在一起了，但是确实，就这么做了啊，就这么做了啊，别挠了，对。对我没有欺骗，我说实在我没有欺骗，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不懂，我到现在我谈恋爱，我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大脑缺根弦儿啊，就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你要说我是蓄意的啊，或者说欺骗呢，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而且就是我现在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好像是有一点点小的知名度，更不敢骗人了。你要骗人的话，人家他妈的给你逮，就是抓住你一些把柄，让你生不如死，你知道吗？你扎的轻点。其实我觉得我那个不是扎啊，我是跟大家就是辩解一下，我个人觉得我不是有意识的扎，我是真的不会处理感情。呐，对，嗯。你在小孩子圈里不太，名声不太好，是的，现在是的，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是无意识的渣，对，狗狗说这么多都没有我的戏啊，所以说就这个感情里，我觉得还挺，挺挺真实，就什么呢？就是挺写实现代所有的感情经历的啊。听听这首歌，来。对，确实啊，当时确实是喜欢，就是喜欢济南小男孩。现在济南小男孩长得还蛮老胖了，但是他确实做了律师，他现在在做律师，图图渣原来是自己传出来的，我个人觉得这没什么啊，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对我有一些滤镜，就是别觉得我是什么好人啊，不要缠着我，就是。谢谢策的关注啊，谢谢策的关注。你的滤镜都是剧给的，对，其实我跟剧里不一样的啊。对，我不喜欢剧里的那个角色，我生活当中我其实就是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电影里边你晕倒了，那个店长对你真好。背个安德浪，现在不行了，我告诉你，现在胖了就会有点显得有点 small 了，就是人不能胖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120斤呐，老显背个了，我告诉你，对不对啊？现在不行了啊，胖了不行了啊。让爱继续活。现在多少斤？现在165斤。其实看你直播，觉得你更鲜活，挺好的。我不像那种，就是我觉得那种直播就总说自己好的，我觉得没啥意思吧，对吧？
我觉得像我这种直播就是都挺真实的，就我不会说我是那个什么爱情的什么这个真善美啊什么，我不是，我其实就很真实的人啊。对，就我不会说都是自己对别人渣，我不会这么说啊。但是确实那个蛤蟆是真渣呀，那蛤蟆那个是对，风格是给自己泼脏水那种，就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讲故事或者说拍剧啊，我都不会把自己就是塑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演起来也没意思。包括我觉得人那种太假了。你就比如说，就是我芝麻里的那个店长那个角色，就我芝麻里店长那个角色，我们不说演员啊，我们就说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非常假的一个角色。你们能懂不？你们能懂不？但是你们就喜欢这种假的这种角色，你们就喜欢这种就是人设，那我就不太喜欢这种人设嘛，对吧？对吧？就是我不太喜欢这种啊。现实肯定没有这么好的人呢。你想想，现实当中他又像店长长得那么帅，身材也是我喜欢的，然后包括又对我好，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呀？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是有这样的人呢？现实当中他肯定没这么好看嘛，对不对？啊、他肯定是假的嘛，对。所以简单的就2集，因为他不是真的呀。你让我去，他现实当中店长这个人物啊，现实当中他就是一个，不是说演员啊，就现实当中我遇到的这个店长，他是一个又黑又高又母又胖，然后还有点那个就是母熊，就是母熊，就1米8多的，然后皮肤不是特别好，然后有点猪，还有点猪的那种，就是他其实是这样的形象。你说我现实当中碰到这么一个人领我进圈的，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我现实当中要是那个剧里的那个卡卡那种形象的话，我怎么的我也进圈了，对不对？你在说腿腿吗？我没说他，就是对阴柔母熊。我在沈阳做 MB 遇到一个很好什么，对你很好的人啊、对，美化了，其实就是美化了。现实当中哪有这样的好的人呢？对不对？母熊，嗯，腿腿他是母猴，他是母猴。我其实就是很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小孩圈，深圳的小孩圈，我名声特别臭，就是可以说吧，可以说吧，就是我在深圳的小孩圈，谢谢唐宋大哥啊，我在小孩圈里边，我名声特别臭，就是对小孩圈就是哎呀，我的天，觉得因为我喜欢小孩嘛，就是这，然后就是会勾搭小孩，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没在一起，或者说